俄罗斯航空工业终于憋出一个大招，猎人无人机演示投弹的视频，这是打算吓唬谁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过去这么多年里边，大家一说到军用的这个无人机啊，一般就很容易想到占据主流的中国还有美国，什么美国的死神啊、收割者呀、中国的翼龙系列、彩虹系列、攻击系列。各种插打一体无人机我们都见得很多了。另外呢，以色列还有土耳其这两个国家的无人机在市场上也算卖得不错，有一席之地。其实呢，土耳其那些 TB2 什么的本身就是以色列血统，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甚至说出来有些人都不太信呢，就是我们看不到俄罗斯在插打一体无人机这个领域有什么作为，投入过什么战斗，并且取得过什么战果。如果我现在问俄罗斯插打一体无人机在哪儿参过战，干掉过什么目标？对不起，我们仔细查，各种公开报道里边几乎是没有，只有猎人那个无人机，据说在叙利亚进行过测试，投放过炸弹，但是呢，也只是单方面的说法，具体的报道我们都见不着。这种猎人无人机比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大一些，比我们的彩虹 4B 稍微小一点，就更比不了我们的彩虹5啊、翼龙2啊，还有以后的各种后继型号。再加上美国人还搞过 X47B。法国搞过神经元，中国先后展出过攻击11、彩虹7、彩虹805等等，这都是隐身无人插打一体无人机。那么俄罗斯面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发起的这种竞争形势，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因为这个领域如果跟不上，那就没法适应新的作战样式。所以俄罗斯也搞了他们的隐身插打一体无人机，代号猎人。2019年8月份是完成首次飞行实验的。早期的猎人呢，外形特征就特别像我们过去公开的早期的利剑无人机，那个发动机、尾喷管都是外露的，没有经过隐身处理，算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实验品。未来进入俄罗斯军队的应该是经过重新设计的猎人 B。根据已经公开的这个模型和原型机的这个外形看，它的发动机还有尾喷口设计已经经过了修改，预示着俄罗斯这个猎人 B 的隐身性能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个主要大国的同类产品大致是处在相同档次了。而且根据俄罗斯的说法，猎人 B 隐身无人机是重型隐身无人机，机体长度14米，宽度19米，高度是 3.3， 最大起飞重量到了20吨，飞行速度呢是 0.816 马赫，最大航程到了6000公里，载弹量将近3吨，这可是个很大的家伙。根据计划，2024年猎人 B 将交付俄军正式使用。而且呢，我们也要注意啊 ，X47B 最终是下马了。中国的攻击11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正式的投弹的画面，但是12月20日，俄罗斯突然公布了猎人无人机投放炸弹的视频。视频中呢，用的是老款的猎人，就是发动机外露的那个，有可能是在新型的猎人 B 形成完善能力之前，用老款的进行了投弹攻击的测试。至少说明呢，这型无人机的打击能力应该是形成了。而这个时间公布这段视频，仅仅是标志着研制进度到了这一步，还是另有目的？恐怕我们得好好琢磨琢磨。最近呢，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对峙过程中，乌克兰方面采购了几十架插打一体无人机，就是土耳其那个 TB2。虽说几十架无人机不会让俄罗斯没有还手之力，但是俄罗斯以前成功对付这些无人机的电子干扰设备数量也真的不多。TB2 无人机每架可以携带4枚精确制导炸弹，那么这几十架无人机给俄军前线的威胁也是非对称的，而且规模也是不小的。如果真的发生交火的话，那么这些无人机有可能1天之内给俄军构成上百个重要目标的损伤。所以呢，这次俄罗斯也亮出了猎人无人机投弹的视频，有可能就是给乌克兰一个震慑，告诉乌克兰还有西方，俄罗斯在插打一体无人机这个领域，从一穷二白到土豪，这个转变可能马上就要实现了。而且俄罗斯一出手就是重型隐身远程的路数，你乌克兰装备的土耳其 TB2只能是威胁俄罗斯的前线，而猎人 B 的航程6000公里啊，能吓唬整个欧洲。别忘了，就算从莫斯科飞到英国伦敦距离，也不过就是2500公里左右。如果从前线去英国，那就更富裕了。虽然第一次投弹实验到服役中间还有相当长距离，但是俄罗斯在插打一体无人机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而且从设计水平看，俄罗斯有挤进第一梯队的志向。所以呢，未来若干年我们可能会发现，在无人机领域，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在各种常规装备领域，俄罗斯还会重新崛起。
它的战略思想、战争思维虽然走过一段时间弯路，但是经过反思和调整之后，也许会仍然变得特别实用。好，俄罗斯新型无人机实验是不是预示着这常规装备领域，俄罗斯将重新变成强国？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